戰火持續2個多月，霍爾木茲海峽呢基本陷入到全面的封鎖。但就在近日，2艘的卡塔爾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接連穿過這條堪稱全球能源命脈的航道，最終目的地均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還有2艘同類型的船只已經排隊等候通行。那這也是衝突爆發以來呢，卡塔爾天然气船呢首次順利駛過霍爾木茲海峡。目前，美國和伊朗呢依舊維持着各自的封锁部署，卻都没有對這些船只實施攔截。那背後到底有什麼深層緣由呢？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那麼在5月10號，卡塔爾這個納吉拉特航運公司旗下的一個叫做阿爾哈里提亞特號呢，在拉斯拉凡天然氣終端裝滿了這個液化天然氣之後呢，就駛入了霍爾木茲海峽。船只呢是沿着伊朗劃定的這個北側的航線啊，也就是緊貼伊朗海岸的航道平穩通行。當天呢順利進入阿曼灣。這是自2月28號呢，美以對伊朗發起這個軍事打擊之後呢，那麼第一艘呢成功穿越海峽的卡塔爾液化天然氣的運輸船。緊隨其後呢，5月11號，第2艘的米赫澤姆號也沿用相同的這個航線起航。這艘船呢，這個載貨量達到17.4萬立方米。按照行程預計呢，5月12號抵達卡西姆港。路透社呢援引相關人士的消息透露，說未來幾天內呢，還將有2艘卡塔爾的天然氣船陸續起航。那麼事實上呢，4月初呢，卡塔爾呢就曾安排這個阿爾達亞恩號和拉希達號呢嘗試穿越海峡，卻遭到了伊朗革命衛隊的警告，最終呢只能原路返航。而這次呢能夠順利通行呢，離不開這個伊朗與巴基斯坦提前開展的外交溝通的布局。這批天然氣的運輸船呢，並非這個自由通航，採用的是逐船審核、單獨獲批的通行模式。伊朗官方呢提前逐一這個核准了每艘船只的通行的權限，屬於2國政府間達成協議之後的一個特殊的安排。船只呢全程這個行駛在伊朗實際掌控的北側航道，全程都處於伊朗革命衛隊的一個監控的範圍之內。直白來說，伊朗呢願意放行這批船只，核心原因只有一點，那就是天然氣的買方巴基斯坦、賣方卡塔爾都是伊朗不願意也不能得罪的對象。我們先看这個買方巴基斯坦当前呢，在這個美伊衝突當中呢，巴基斯坦的這個調停身份十分特殊。你看，今年4月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巴茲與陸軍總參謀長穆尼爾呢共同推出調停10點方案推動呢美伊達成為期2周的停火的共識，還在伊斯蘭堡呢促成了這個40多年來的美伊最高層級的一個面對面的會談。陸軍的參謀長穆尼爾呢在其中就起到了一個關鍵的作用，他就和美國伊朗高層呢都保持着良好的溝通渠道。美方的高层呢曾經公開的稱讚他是最受認可的海灣地區的軍方將領伊朗外長呢也曾經多次專程到訪巴基斯坦與他會晤，對巴方的這個調停工作表示認可。那麼在這種關鍵節點，伊朗呢絕不會做出損害調停方巴基斯坦利益的一個舉動。巴基斯坦國內的70%的這個石油呢依賴進口，且進口能源幾乎全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衝突爆發之後呢，當地的這個汽油柴油價格呢漲幅超50%，液化天然氣的儲備一度呢僅能維持不足10天。伊朗呢放行這幾船的天然氣，既是給足了巴基斯坦調停的情面，也是為自身的後續發展預留回旋的空間。我們再來看這個賣方卡塔爾呢，卡塔爾與伊朗的這個雙邊關係呢，遠比外界看上去的更加緊密。2國呢共同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這個北穹頂南帕爾斯天然氣田，在能源經濟層面深度綁定，利益相融。2017年的海灣國家的斷交風波期間，沙特、阿聯酋等國呢逼迫卡塔爾與伊朗呢斷絕往來，卡塔爾全部予以拒絕，反倒頂住外部壓力這個進一步的拉近與伊朗的關係。斷交事件發生之後呢，伊朗的第一時間表態，通過海運通道為卡塔爾來補給食品這個建材等等緊缺的物資。這份共度難關的淵源，為2國關係又打下了一個特殊的基礎。除此之外呢，卡塔爾呢從這個2012年開始便為哈馬斯設立官方的政治辦事處。
那麼在地區的這個地緣格局的布局上，和伊朗有着諸多的合作共識。那麼即便呢本轮衝突里邊呢，伊朗也对卡塔爾境內部分的目標實施了打擊，那麼导致呢卡塔爾的这个液化天然氣的出口產能縮減17%。但是打擊行動明顯留有分寸，雙方常態化的這個溝通渠道呢始終沒有中斷。而美國選擇不攔截，原因呢，也十分簡單，就是卡塔爾呢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重要盟友。境內的烏代德空軍基地呢，更是美軍中央司令部這個前沿的指揮中樞。攔截卡塔爾的船隻，等同於直接損害自身盟友的利益。那與此同時呢，美國本身呢也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呢恢復通航。過去的2個多月全球天然氣的供應量縮減約20%。國際的能源署統計數據顯示，今年的全球液化天然氣的1季度產量同比下滑8%。亞洲多個國家呢都受到了能源短缺帶來的這種衝擊。默許盟友卡塔爾船隻先行通行既能緩解國際能源市場的一個緊張的局勢，那麼既能緩解呢國際能源市場的一個緊張的局勢，也能為後續大規模的通航試探虛實。唯一略顯尷尬的是，這批船隻呢全部走這個伊朗核准的專屬航線變相印證了伊朗革命衛隊對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具備實際的管控權。但是權衡這個干涉可能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之後美國也默許了這一現狀。不過呢，2艘的油輪呢順利通行，並不代表着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全面的解封。伊朗呢實行的是一個個案審批有限放行，並未開放全線的通航。那麼航道通行規模依舊受到嚴格的限制。而戰前呢，卡塔爾平均每天有3艘的液化天然氣船呢從這個海峽駛出。如今呢，一次性安排2艘分批通行，已經屬於破例之舉了。那麼當前的美伊談判陷入停滯伊朗呢拒絕參與第2輪的伊斯蘭堡的會談。伊朗的革命衛隊的內部強硬派對外交斡旋的路線的這個壓制力度持續加大。霍爾木茲海峽呢能開放多大範圍是吧？維持多久的通航，最終呢還是由這戰場局勢和談判的博弈結果決定。當然就此次的事件而言呢，買方的外交分量，賣方的雙邊的這個交情，域外大國的利益訴求，你看3方形成一個合力，讓4艘的能源運輸船在戰火籠罩的霍爾木茲海峽就闖出了一條特殊的通行通道。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協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